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内容大家也都清楚，哪里是什么和谈，分别是战胜国向战败国提出的投降条款。乌克兰明确表示愿意谈判，但拒绝投降，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和被占领土属于俄罗斯。在伦敦和英美法德乌会谈中，乌克兰更是直接忽视特朗普和平计划，转而寻求达成30天停火协议。此举让特朗普愤怒到发狂。但不可否认，乌克兰的接连拒绝让特朗普耐心耗尽。在其和平计划的穷途必见后，乌克兰也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战斗，要么胜利或者失败，要么在特朗普的威慑下割地求和。那乌克兰该如何破局？出路在哪里呢？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特朗普的和平计划的内容，火力军就不多说了，大家也都查得到。一句话总结就是：对俄罗斯是蜂蜜，但对乌克兰却是毒药。而乌克兰不出所料地选择了拒绝签署。图片报援引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是亲俄的，不可能成为公正和平的基础，是布达佩斯备忘录 2.0 版本。乌方媒体认为，特朗普根本就不想在俄乌之间实现真正持久的和平，而是要冻结战争，并将其作为和平来彰显自己的功绩，为其再次就任美国总统100天强行制造一场胜利。想想也是，这个月底特朗普上任就100天了，可这100天来，特朗普可以说一事无成，一系列计划不是烂尾就是主动认怂，没有拿得出手的政绩。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如今已不再将自己伪装成和平的调停者，而是用獠牙为侵略者谋利，开始与莫斯科分蛋糕，即俄罗斯劫掠土地，美国吞并资源的原因之一。面对乌克兰拒绝割地投降，我们的50拳老人是如何回应的呢？特朗普非常愤怒，彻底发狂，猛批泽连斯基。特朗普宣称，他认为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协议，也应该与泽连斯基达成协议，但没想到合作会如此困难，更是直接发帖对泽连斯基进行输出。特朗普称泽连斯基拒绝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行为，对和平谈判非常有害。如果不签署协议，再战斗下去，乌克兰3年内将亡国。同时，特朗普还抨击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于2014年失去克里米亚后没有为之而战，称乌军一枪未发地将克里米亚交给了俄罗斯。最后，他抨击奥巴马的绥靖政策，称自己如果是当时的总统，这种混乱是永远不会开始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暂停视频看截图，但这种不去指责入侵者，反而将杀戮责任归咎于为国者抵抗的逻辑，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华尔街日报更是引述乌克兰官员的话辣评，谈判已经陷入僵局，特朗普可能将谈判破裂归咎于乌克兰，并再次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对特朗普所说的这些话，尤其是关于2014年克里米亚被小绿人占领时，乌克兰军队一枪未发，金融时报驻基辅资深记者克里斯托弗·米勒给了我们答案。其时任乌克兰临时总统的亚历山大·托尔奇诺夫当时已向美国和欧盟求助，并提到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但却没有得到任何实际支持。当时美欧领导人明确告诉托尔奇诺夫，没有任何军事援助，他们不想激怒普京，以增加发生更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风险。其二，当时的乌克兰军队根本没有能力进行抵抗。在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逃走后，乌克兰政府账户上大约只有1万美元。在亚努科维奇时代，整个乌克兰政府都陷入了接近瘫痪的状态，乌克兰军队几乎完全被搞垮。如今在克里米亚，就有超过75%的警察和军队，包括金雕特种部队，都倒向了俄罗斯。乌克兰当时只能集结起最多5000人军队，且没有正常的武器和后勤配备。可以说，乌克兰想打也打不动，硬打只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所以才一枪未发。那我们的泽连斯基是如何回应特朗普的抨击的呢？泽连斯基直接转发了美国政府在2018年，也就是特朗普第1个任期内发布克里米亚宣言。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麦克彭佩奥更是表示，美国现在不会，未来也不会承认克里姆林宫所谓的吞并克里米亚，拒绝承认克里姆林宫对武力夺取领土的主权主张。但泽连斯基也委婉给了美国一个台阶，他发文称，今天情绪高涨，美英法德乌5国齐聚一堂，共同推动和平，各方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并相互尊重地接受了对方的立场。重要的是，各方不仅要参与其中，更是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如美方分享了其愿景，乌克兰和其他欧洲国家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在这样的共同努力下，为乌克兰带来持久的和平。
当然，泽连斯基虽说的委婉，不想和美国闹僵，但其意思表达得很明确，其将在任何情况下捍卫乌克兰的主权和完整。不过，在特朗普和平计划的穷途必见后，乌克兰也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要么继续战斗，最终胜利或者失败，要么在川普的威慑下割地求和。接下来，乌克兰该如何破局？在火力军看来，如今摆在乌克兰面前的出路无非只有3条。第一条出路就是当前正在走的，即在没有美国支持下继续抵抗。这条路能否走通，将由欧洲援助所决定。只要欧洲能够切实担当起援乌责任，乌克兰就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继续打就是了。目前欧洲在军事援助上也就情报一项有待提高，其他武器装备随着欧洲军工的产能加大，已经逐渐替代掉美国。第二条路拉欧洲下水，若是欧洲一直无法取代美国，或一直无法团结，泽连斯基可以果断选择辞职。虽说地球离了谁都照样转，但失去泽连斯基，乌克兰必将陷入混乱，而俄罗斯必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甚至会抛开美国，直接西进获取最大利益。届时，欧洲的战争危机将瞬间来临。要知道，如今的泽连斯基可不是反侵略战争领导者，而是欧洲自由独立精神的领袖。至于第3条路，把难题重新抛给特朗普，不是都说民主吗？直接针对是否将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的问题进行全民公投。如果超过半数乌克兰人愿意放弃克里米亚，那就尊重民众选择，以此为妥协，要求俄军撤出乌东4州。如果超过半数乌克兰人拒绝放弃，目前为92%，那就告诉特朗普，除了继续战斗，乌克兰别无选择。泽连斯基也不必承担破坏和平的口实。说到这里，火力军不得不提一下俄罗斯新的结束战争条件。对特朗普和平计划最高兴的无疑是俄罗斯，但乌克兰和欧盟的强大阻力也让俄罗斯不得不慎重考虑在伦敦会谈被推迟后，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提出了俄罗斯实现和平的新条件：一、乌克兰必须从乌东4州完全撤军；二、欧洲必须立即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属于乌克兰非军事化的一种形式；三、乌克兰必须保持中立，也就是不能加入北约；四、俄罗斯不要求泽连斯基辞职，但必须承认泽连斯基是乌克兰的非法领导人；五、美俄关系必须正常化；六、如果美国控制连接俄欧的天然气网络，那俄罗斯希望欧洲国家可以按照市场条件购买俄罗斯天然气。可见，俄罗斯仍将希望寄托在特朗普身上，认为特朗普一定会施压乌克兰，逼迫欧洲做出让步。但俄罗斯的愿望注定不会成功，因为乌克兰背后的欧洲才是决定这场战争走向的存在。如今的欧洲，除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极个别国家外，其态度无非分为2派：一是当前的主流派，即拒绝放弃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因为那将形成破窗效应，为俄罗斯下一步入侵敞开大门；二是希望乌克兰能够以牺牲克里米亚为代价换取和平，如匈牙利之流。欧洲已经到了最危险关头，英法德等欧洲大国领导人也已经看到了俄乌战争背后的危机，纷纷声援乌克兰。如欧盟外长卡亚斯表示，欧盟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又或是波兰外长在议会上强烈谴责俄罗斯，称其永远都别想再统治这里。全球鞑靼人会议更是指出，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也纷纷支持乌克兰，并批评美国无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意味着特朗普的和平计划无法为乌克兰欧洲接受。而火力军希望欧洲不要只动嘴皮子，只开会，希望其能敞开各自的军火库大门进行援助。若乌克兰倒下，欧洲没有任何国家能够保护自己，而一旦欧洲乃至相关国家下决心全力援乌，乌克兰将毫无悬念地赢得这场战争胜利。此外，关于金牛座导弹，乌军还可能需要数月的时间才能投入使用。美国的 ATACMS、英国的暴风阴影、法国的斯卡普 E-G 都已经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上，给俄军造成不小损失。唯一没有出现的就是金牛座导弹，其是否会援助给乌克兰，将由德国总理决定。而即将上任的后任总理梅尔茨已多次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金牛座这款武器是一款远程空对地的亚音速巡航导弹，导弹的航程可达500公里，飞行高度为30到70米，最大速度为 0.6 到 0.95 马赫，有多个系统制导，弹头重达500公斤，主装药为400公斤的高爆药，可击穿混凝土和厚重的土石，所以这款导弹的打击目标将是地堡、地下基地以及科什纳桥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
算算日子，梅尔茨将于5月6日前后正式上任。而此前报道称，其上任后计划第一个出访乌克兰。可见，金牛座导弹援乌几乎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但火力军想说的是，金牛座导弹不能决定俄乌战争的走向，却可以提升乌军士气。其一是因为金牛座导弹需要与乌军苏24、F-16、幻象2000战机进行适配改造；其二是因为乌军要进行此类导弹的发射培训，因此前后估计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去调整。但金牛座的到来，以及若是配合海王星、无人艇等武器成功将克什大桥摧毁，那必然会大幅提升乌军士气，同时重创俄军的后勤补给和士气。至于打击时间和第一批援助数量，火力军认为应该会发生在2025年之内。数量上，德国拥有600枚金牛座导弹，有150枚金牛座导弹可以直接使用，450枚需要维修后才能使用。第一批能提供多少给乌军，目前是未知数。但梅尔茨若是能深刻意识到地缘危机，和若能顶住俄罗斯的威慑，说不定会把能直接使用的150枚金牛座全部送出去。此外，英法公开支持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并称只有这样才能强化欧洲铁三角，并对俄罗斯形成威慑。但此举无疑惹怒了俄罗斯，其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明确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乌军用金牛座导弹攻击俄本土，俄方将视为德国直接参战，不排除俄军将直接打击德国在乌人员或德国本土。俄罗斯退役上校霍达列奥诺克也指出，若乌克兰使用金牛座导弹，俄军应抢先清除梅尔茨。此外，霍达列奥诺克还主张同步打击基辅政府设施，包括乌克兰总统府、最高拉达大楼、乌克兰国防部建筑群等目标。乌军早就用上了美国的 ATACMS、英国的暴风阴影、法国的斯卡普1机，为什么德国提供金牛座导弹，俄罗斯反应如此强烈呢？原因很简单，通过前面的金牛座性能，乌军一旦获得该导弹，其防御姿态会立刻转为攻击，大举袭击俄本土目标，这是俄罗斯最不想看到的。战场前线，在乌克兰拒绝特朗普的和平计划后，俄军立即向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无人机袭击，这显然是精心准备的。据悉，俄军共发射215枚导弹、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9个州，这也是2025年以来俄军发起的最大规模的空袭。而乌军动用各式防空系统以及 F-16和幻象2000战机参与拦截，共击落112个目标，但仍对乌克兰造成不小的损失。目前，俄军袭击已导致1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损失情况还在增加。而乌克兰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发射数百架无人机进行了报复打击。奥斯传的报道称，乌军出动了150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12个地区，包括布良斯克、罗斯托夫、波罗涅日等多地工厂都遭到了打击。就连距离边境1200公里的达达斯坦共和国的耶拉布加无人机工厂，都遭到了乌军至少6架重型无人机的袭击。具体损失尚待确定，乌总参谋部随后证实了此事，并表示还打掉了一个关键的仓库。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对克里米亚发动了重点打击，目标包括俄军的机场和弹药库等。首先遇袭的是克里米亚的基洛夫斯克空军基地，有数架无人机实施了打击，海域上空传来了剧烈的爆炸声。随后，萨基区的舍尔科维奇诺耶附近也传出巨响，很可能是俄军的雷达站等军事设施遭到打击。数小时后，北克里米亚运河一带也发生了交火，乌军无人机正从西侧猛攻俄军的控制区。当地频道声称，俄军防空系统在与乌克兰无人机交火。最后，克里米亚的首府新菲罗波尔也发生了爆炸。目前，俄方还未对上述空袭做出评论，详细的信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这些攻击是乌军对基辅遇袭的最好回应，尤其是打击克里米亚一带，也是向美国释放了强烈的信号，那就是他们不会在领土上妥协。在谋求乌克兰矿产资源的同时，特朗普又瞄上了目前由埃及管理的苏伊士运河。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船只无论是军用还是商用，都应该被允许免费通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如果没有美国，这些运河就不会存在。苏伊士运河横跨在亚洲、非洲，头尾在地中海侧的塞德港和红海苏伊士湾侧的苏伊士两座城市之间，全长约164公里，是全球少数具备大型商船通行能力的无船闸运河。同时，它连接了亚洲与欧洲之间的南北双向水运，船只不必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大大节省航程。这条运河目前由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管理局拥有和管理。根据君士坦丁堡公约，
运河在战时也可像和平时期一样，任何商用及军用船只均可使用，而无需悬挂区别旗帜。换句话说，这里与巴拿马运河不同，不存在掐脖子的风险。特朗普的目的很单纯，就是不想给钱，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国到哪里都应该免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作为美军计划成立的第2个滨海作战团，第12滨海作战团上个月完成了最后下属单位的整编，正式成军。据悉，第12滨海作战团由原第12陆战团改编而来，自2023年起先后组建了第12滨海防空营、第12滨海后勤营，以及最新由第4陆战队第1营步兵单位组成的第12滨海作战队。目前驻扎在日本冲绳，核心任务是与日本自卫队协同作战，以应对西太平洋的潜在冲突。其主要职责包括保护友军海空力量免受敌方导弹与无人机袭击，并在全领域对敌人实施打击。该团长彼得·埃尔特森厄姆上校透露，该团现有约1300名人员，预计2027年扩充至2000人，届时将具备完全作战能力。在装备上，该团正接收最新装备，包括 JATOR 雷达与 NMESIS 系统，且可发射 NSM 反舰导弹。埃尔特林厄姆强调，科技虽然提升战力，但无法取代决策能力。该团的作战理念是让难以被侦测的小型团队执行轻搜集、打击与直管，赋予基层领导者随机应变的权利，迫使对手做出艰难抉择。根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网站15日的公告消息，美国国务院已批准了一项对摩洛哥的军售案，即同意向摩洛哥出售多达600枚的多次导弹，以及相关的后勤和训练计划，总价值达8.25亿美元。全案承包商将交由雷神公司和洛马公司共同执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指出，这笔军售案将帮助摩洛哥实现防空系统现代化，并扩充现有陆军短程防空力量，进一步提升其应对无人机、巡航导弹等目标的能力。此外，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此军售案将有助于强化美摩2国军事合作，在提升双方联合行动能力的同时，也能持续加强美国在中东及北非地区的影响力。虽然毒刺导弹并非新型武器系统，但经过升级后的 FM-92K 型具备了先进红外线导引与抗干扰能力，可专门用于对付那些改进型的飞行器和无人机。因此，摩洛哥此次采购600枚毒刺，将进一步提升机动防空部队能力。路透社援引2名印度政府官员和3名军工业内人士消息称，印度正通过扩大国营 EXIM 银行的低息融资工具，搭配外交武官直接参与军售谈判，积极抢占俄罗斯常年主导的全球军火市场。目前已在全球掀起新一波廉价武器潮。据悉，印度的计划是在2026年3月前，在驻外使领馆新设至少20位国防武官，驻点涵盖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圭亚那、坦桑尼亚、阿根廷、埃塞俄比亚与柬埔寨等国。之所以选他们，是因为这些国家过去大多依赖俄罗斯军备，随着俄方供应链不稳，加上融资受限，开始纷纷寻求价格更实惠的新选项。印度瞅准这个机会，果断下手。其国防部长辛赫近日就在 X 平台上表示，印度正加速推进国防装备出口目标，目标是在2029年前将出口额翻倍至60亿美元。那为什么会是印度呢？其一是因为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全球军备需求剧增，北约国家忙于补充原物库存，俄罗斯则将产能集中于自用，导致中东、非洲与南美等第三方市场出现武器断裂现象。其二是因为印度过去常年同时引进俄美技术，具备整合优势，其制造的武器价格十分低，如印度制造的155毫米火炮炮弹，每枚成本仅约300至400美元，远低于欧洲同类产品的3000美元报价。又或是印度制的榴弹炮，每门造价约300万美元，也仅为欧洲产品的一半。目前，印度因此已接获多起潜在询单，其在2023至2024财政年度，印度军工产值已达148亿美元，较2020年增长62%。英国战略研究所指出，在全球军备预算紧缩但需求飙升的情况下，印度以相对低廉的价格切入市场极具吸引力。不过，研究所也警告称，若印度武器未能通过战争考验，将难以全面打入高端买家市场。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除了火力军说的3条出路外，乌克兰还可以如何选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